你好，我是 Alex 阿里。我们本期视频呢，主要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土狗和做合约的一个情况。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是带着会员群的朋友做了一阵土狗啊，那正好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心得。那合约呢，我也在各种视频里面啊多次提到过。那我其实本人呢是并不排斥做合约啊，但是呢，合约呢要在非常确切的这种机会出现的时候呢才能开单，而不是说啊你把它当成这种日常交易的手段。那么我们今天呢把这两个话题放在一起来讲呢，也是因为呢它们之间有很类似的性质，那就是赌。那我们今天呢来探讨一下这两个交易手段，它能不能让你发财，能不能实现财富自由？还是说还有别的更好的这种途径呢？那我们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啊！那请注意，本期视频的纯属个人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加密货币市场的风险很大，你有可能输掉所有的本金。那如果说你不熟悉市场的话，请不要轻易的投资。好，我是 Alex 阿里。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那视频呢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重大技术更新对整个币圈的影响啊。另外呢，我在电报和微信都有会员群，我的目标呢就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这个牛市周期内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那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力哥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好，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啊。那最近这个土狗爆火呢，其实是从圣诞节之前就开始了。那当时呢，我是在 DEX 上面啊发现了这个 Solana 链上的土狗，它每天呢都有很多有这种十几倍甚至上千倍的这种涨幅的，也是非常让人心动的啊。所以说我当时也是参与了这个很多的新发的一些土狗的项目。那一般情况下，那么即便是我在精心挑选的这种项目里面，它也会有这种 rug 跑路撤池子的。那我一般呢都会先抽一点钱呢去试一下，来感觉一下它靠谱的话，才会推荐给我的会员。那就这样呢，发现了几个翻倍币，那有几个是5倍的，还有一个是10倍币。那么有一个10倍币呢，其实是在一个晚上它就完成了。那最近这几天呢，这以太坊链上的土狗呢开始爆发。那首先呢是这个 Elon Musk 将他的推特的简介它改成了 CTO 啊 Chief Troll Office 所以直接就导致了一个出现很久的一个 meme。这个币啊 Troll 死灰复燃，那几天内就涨了几百倍。那紧接着呢 Vitalik 也是发推文推荐了另外一个命币啊，叫 Zuzu。这个 Troll 刚刚出来的时候啊，我还是在犹豫要不要进场啊。那后来有个会员他私信问我要不要买，那我就说啊，要不就买一点吧。但是呢，这种币呢是纯市场情绪驱动的，那我们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暴跌，或者是说项目方什么时候会撤池子，那一点基本面都没有，更别提它有什么价值了。所以说我自己拿出来50U 的 ETH 打算去买，但是呢在操作的时候呢，这个钱包呢就告诉我啊，就是你要留够足够的手续费作为 gas fee， 那我只能呢用里面的20U 的份额。但是呢当交易完成之后，我发现呢其实我只成功买到了9U， 那手续费花了8U。那过了这3天呢，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 Troll 涨了3倍啊。那等我想要卖掉它的时候，我发现 gas fee 需要26U， 而我持币的价值呢是33U， 也就是说涨了这么多，涨了3倍啊，那我还是亏钱的。所以说以太坊链上的土狗呢是对石油战神们呢是不友好的。但是呢或许你会说，你为什么不多买一些呢？你为什么不买个100U 200U？ 那是这样子的啊，那我基本上呢是把这些土狗当成彩票一样去买啊。那我花这个20U 或者50U， 我归零了，不心疼。但是呢如果说买了100U 200U 甚至说更多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一顿大餐或者2顿大餐没有了，心态呢就不一样了。而这些土狗归零的概率呢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去这个链上你发一个土狗币，你也可以，任何人都可以。所以说这个以太坊链上的这个土狗呢是性价比不高的啊。那如果说要冲土狗，我还是比较喜欢 Solana 链上的，那手续费呢几乎是没有，对于这个石油战神们呢也是非常友好的。但是的缺点呢就是太容易撤池子跑路了。那我之前呢就碰到过2个，那上线20分钟就有一个跑路了，那非常的没有格局。那说了这么多，我的主要的观点呢就是想通过冲土狗实现财富自由呢是需要非凡的运气的啊。那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当然也有人去发大财了，他肯定是运气特别的爆棚啊。那或许你喜欢这个每一个土狗都重仓进去啊，那10个里面啊，如果说有一个翻了10倍，而且呢你从开始涨拿到了10倍之后才离场啊，但是呢另外的9个有3个归零，6个暴跌，那么你的总资产呢也就是涨了那么一丢丢啊，并不会实现财富自由。所以说还得寻找其他的路径。那么做合约可以吗？那我拿自己的这个亲身的经历来现身说法一下啊。那很多一路跟随我这个新频道叫这个力哥区块链日报啊，那目前叫区块链日报
力哥。那这个频道的之前呢叫力哥交易日记啊，大家很多朋友都知道。那我在这个2022年10月底啊，我记得清清楚楚，应该是10月23号开始在欧易上面带单做合约，而且呢这个新频道呢是每天呢更新自己的这个交易一些心得。我坚持了这个4个月。那我先说一下这个战绩啊，那是从500U 做到了最高的时候呢接近6000U，那中间呢也经历过爆仓啊，那爆仓过2次，那最后收手之前也是爆仓了1次。那收手之前呢幸亏呢，我将自己的仓位的一半啊拿出来买了比特币。那也就是说，在这个2023年3月份的某一天，3月底啊，把它拿出来了，这个买了现货比特币。然后呢，没过几天呢，剩下的这个仓位呢就爆仓了，那所有的这个钱都没有了，就归零了。那于是我就决定收手不做了。那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面，我学习了大量的这个交易技术，也看了3大本厚厚的交易这个书籍，那也是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来学习，然后呢拍视频跟大家分享我前一天的这个交易的心得。那4个月的时间里面，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没有睡过一天好觉。那经常有的时候就是半夜醒来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机来检查自己的这个仓位到底有没有爆，有没有大的这种波动啊。那这个如果说没有发现这个大的波动，我还好啊，继续睡觉。一旦发现大的波动啊，那我还要去调整这个保证金，那这么一折腾就是1-2个小时那所以说根本就睡不好觉。所以说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面，我真的是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就搞垮掉了。那后来这个新频道呢在3月底2023年3月底开始也没有更新了。那因为我的胃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啊，虽然说这个去医院一整套什么各种各样项目全部检查下来甚至这个胃镜啊做切片什么都检查了，也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啊。医生只是说那可能就是需要慢慢的去调养自我恢复了。那好在这个半年之后身体也恢复正常了。但是呢那段噩梦一般的这个经验呢，我是再也不想再去经历一次了。所以说如果说你是新韭菜刚刚进入币圈的小白，那不要轻信任何人跟你说的合约怎么样暴富啊，怎么样翻多少倍，一个晚上翻多少的倍。那不碰呢就是对你自己和对你自己的这个财产最大的一个保护。那试想一下啊，那如果我当时没有把这个仓位的一半呢去买比特币，那我后面爆仓的时间点呢可能会往后推迟一阵子，但是最后的终点呢一定是爆仓。那合约的终点是爆仓，这个是亘古不变的一个道理啊。那爆仓后才会让你去这个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让你坚决的去这个收手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个合约的规则啊。那合约呢是分做多和做空2种啊，两边呢各为对方的这个对手盘。那一旦你做反了，那么你输掉的钱呢就是对手方赚到的钱，那中间任何的这种手续费呢都是给交易所，所以说交易所呢是稳赚不赔。那如果说你运气不好啊，遇到了这种庄家呢想要多空双爆啊，大家都经历过，前2天就有一次啊，那先往上拉然后再往下宰，对吧？他们提前是做好了这种数据分析，或者是利用了这个媒体的新闻来做好这种打好埋伏打好掩护。那然后呢先拉盘然后后跳水这种手段来回的收割，那你不管往哪个方向开单，那最后一个结局就是爆仓，那躲不过这个爆仓的命运。所以说综上所述吧，那合约呢也是不适合大部分人发家致富的。那么合约和土狗都不行，那么怎么样才能在币圈赚到钱呢？那答案呢就是现货啊。那么现货买比特币买以太坊，那再加上一些优质的这种潜力的币种，那即便是你现在建仓它也不晚啊。当然了，我公开只能说这个买比特币买以太坊一定会涨啊，那其他的潜力币当中啊，那10倍100倍都是需要你自己去摸索DYOR Do Your Own Research。 那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学习下来啊，那快的话没有2-3个月是完不成的。那只有提高了自己的这种认知水平和知识水平，不断的强化自己，再加上一段时间的这种实战的操练，那相信每个人呢都可以去发现这种潜力的暴涨的币啊。当然了，前提条件是你真的在潜心学习啊。有的人特别会欺骗自己说自己在学习，其实并没有去学啊。那并且呢是你没有走弯路啊。那如果说你走弯路了，这个时间长度就会加大一些。那总之呢最后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只要你潜心学习了，潜心钻研了，潜心去做调研了，没有走弯路啊。走弯路其实也并不可怕，那走了弯路之后，你最后还会回到这个正道上来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学费总归是要交一些的。那有很多人呢其实是真的是最怕学习新东西了。那这些在我看来呢，可能还是你不够穷啊，不想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没有这么迫切的需求。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加我的会员群，就当呢把这个学费给我了，对吧？那我把这些年观察得到的一些经验
点告诉你，然后呢带你去实盘操作，那让你呢比其他人快10倍的去学会这些知识啊。那学习呢让你提高认知，提高认知呢就能够让你快速赚钱。那立哥会员群在本轮牛市呢不仅会带你呢猛抓这些潜力币啊，更会让你在高点逃顶。那感兴趣的朋友呢请私信咨询我。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说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的话，请一定帮我点赞这个视频啊，订阅咱这个频道。那咱们这个频道的成长呢是离不开大家的支持的，那我也会持续不断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给大家，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那我们可以共同进步，一起发财。Peace。